交时间知己，有网络同好，寂寞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一次呢，又回归正轨了，咱们来一期评测。评测啥呢？就是这个由 MENG 公司出品的宝马拿铁。先来说说来源吧。这个模型呢是公司的合作商送的。我看公司除了我以外，也没有人玩这个拼装模型，所以呢，我就近水楼台，挑了过，不是那个拿了过来。之后呢，就回到家中，欣喜的开始拼装了。我这次呢，由于是新购入了这台相机的怪臂设备，因此我便把整个拼装的过程都录了下来，顺便可以水一下视频嘛。好了，拿回家以后呢，我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拆封拼装了。板件方面呢，分为橙色板件、银色、金色的预喷涂板件、银色的电镀板件、透明件、橡胶件这么几类。其中呢，还给出了这么两个铁疙瘩，而且包装的很是精致，并且重量呢也是颇为的沉啊。看来最终成品方面的整体重量就靠这两个铁坨子做配重了。刹车方面呢是采用了金属蚀刻片的形式给出来的，还原度和细节直接拉满。剩下的呢就是一堆，对，没错，是一堆螺丝。照以前国产模型，甚至包括早期万代模型的尿性，都是组合精度不够，螺丝来凑。因此呢，看到这里这些个螺丝，我其实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到有一些脊背发凉了。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拼装过程，来，开始水。在整个拼装过程里呢，我发现整体的开模工艺和组装度还是可圈可点的。看来近些年呢，国产模型厂商的工艺整体提高了不少啊。虽说很多地方呢用到螺丝，但并不是因为组合度不够，靠螺丝打进去来填补组合度的空白，
而是很多地方过于细小，如果单靠塑料来做固定桩的话，难免会出现手一歪或者使大劲儿，就导致固定桩断裂的情况。因此呢，我猜测这就是厂商使用螺丝来作为固定方式的一种解决方案。虽然说模型明确说明了免胶且附赠了螺丝刀，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很多细小且不需要活动的地方先用胶水粘住，再打螺丝。而且螺丝刀最好用一个类似我这样的长径细头的螺丝刀，不然很多地方在打螺丝的时候，你真的想把模型砸了。主要呢是因为螺丝过小，空间位置呢过于刁钻，导致螺丝的位置要不就是摆不正拧偏，要不就是螺丝总是因为什么东西碰到了掉下来，真的是太崩溃了。因此呢，我强烈建议手残党不要进行尝试，或者按照我上述所说的，先打胶固定，然后再拧螺丝。由于呢是高细节还原，因此呢在一些线缆方面，厂商采用了软胶管作为线缆的模拟。在说明书上呢都已经贴心的给出了每一个部位所需要软胶管的长度，直接根据说明书上的长度裁切即可。只不过就是在安装软管的时候，由于软管过软且管径过细的原因，组装的时候呢需要用镊子一点一点的往里边顺到固定桩上，这里得非常需要有耐心才行，不然容易砸模型。在整个拼装过程中呢，我个人比较头疼的其实是说明书给出的一些拼装的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有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先拧螺丝再进行下一步的，但是说明书呢则是反了过来。虽然依然能正常组装，但是拼装的整体体验会让我们砸模型。到这里呢，同好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上面基本都是在吐槽拼装上的体验。那么这款模型最终完成之后的素质究竟如何呢？我们往下看。整体的模型在拼装完成之后呢，还是要夸一下的，确实还原度很高。只需要简单上几张水贴，便可以完成最终的拿铁本来的面貌了。我身边呢还确实有一个玩机车的朋友，我给他看到了最终的成品，他的答案是中国通用的感叹词加牛批。整个车身的还原度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同好们直接看我拍的这个高大上的视频就可以了。可动方面呢，也是还原的不错。首先前后轮的自然转动呢，就不用多说了。而且由于是高还原度的原因呢，前后的避震也都通过弹簧一一的还原了出来。车把方面的左右旋转呢，也都是给出来了的。其一的可动位点呢，就是前后双人位的脚踏和车梯了。由于我呢最终还是选择了双人位，因此呢模型里边给出的这个单人位后边的金属储物箱我就没装，主要是因为单人位和双人位并不只是更换后边的座椅即可，而是需要将整个后边的车架和螺丝一并更换才可以。因此呢，我也相信一般拼装这款模型的同好们肯定也只会选择一种形态，之后就不会再折腾了。好，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模型。对于我来说呢，我是第一次拼这种机车类的模型。我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汽车或者机车的模型，但是呢，我知道很多模型是需要打胶才能拼装的。而 MENG 这个机车系列呢，确实在一众机车模型中做到了免胶拼装。但如果说到拼装过程和拼装体验来说呢，并不轻松，也并不友好。因此呢，我不建议年龄过小或者脾气过暴的人来组装这个系列，不然容易砸模型。不过，如果有一个玩模型的朋友愿意为你拼装这款模型，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毕竟细节还原度方面，绝对能给你一个很惊艳的表现。就即便是速组，也已经能满足很多机车男女的心了。买不起车，我还买不起个模嘛，对吧？好，本期的教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记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